为什么美国最高法院三圣像放的是孔子，而不是苏格拉底呢？同志们，你可知道美国最高法院的门楣上竟供着3位跨界大咖：摩西、孔子跟梭伦，他们一起被列为美国的法理三圣，组成了美国最高法院的3巨头。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说回这法理三圣，居中的摩西举戒板，左立孔子捧论语，右站梭伦持法典，活脱脱一桌文明火锅，煮的是东方儒学、希伯来律法跟希腊民主的杂烩汤。这3位一看，貌似都是各自代表了自己文化中的重量级。先来看看这官方给出的说法：孔子代表有教无类，育英才；摩西象征实戒，定乾坤；梭伦高举法典，镇江山。美其名曰集3大文明之精华，显美利坚之包。那么这背后到底藏着啥玄机呢？咱们今天就来扒一扒这段历史。说实话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？尤其是在1930年代，美国白人占比仍然高达90%以上，这基督宗教的氛围异常浓厚，居然没有人对摩西坐上 C 位提出质疑，反倒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事儿。所以洒家夜观星象，发现这个布局暗藏玄机。1935年这座大楼落成的时候，正是犹太财团借2战东风在美国暗度陈仓之际。您细品这3人的站位摩西居中，恰似犹太先祖出埃及的反骨精神；梭伦分立右侧，暗喻权力制衡，好分而治之。最绝的是左边孔圣人，竟被解读为文化洗脑工具，专治精英当棋子。设计者当年可是振振有词呀，法律乃文明之根，咱美国这棵大树根须可是要伸到东方古国去了。但依我看这布局倒像是《三国演义》里的诸葛亮草船借箭，借孔子之德，摩西之威，梭伦之智，粉饰个海纳百川的门面。如今这美利坚对外搞小圈子，对内搞种族歧视，岂不是应了孔夫子那句巧言令色，先以人？您可知道这编排有多精妙？基督教国度不供耶稣，偏供摩西，此举恰似在少林寺里供达摩，却让张三丰占 C 位。这更绝的是摩西举着不可作假见证的戒板，脚下却踩着梭伦的解父令跟孔子的论语，倒应了老夫子那句大道废，有仁义；智慧出，有大伪。诸位看官且听在下说一段美利坚奇谈。话说那1935年，美国最高法院大楼落成，门楣上3位圣人排排坐，左有东方孔夫子，右立希腊梭伦公，中间 C 位竟是犹太先知摩西。按理说如此重要的位置，定然是美利坚的主流代表，基督教的耶稣。可放到1935年的门楣上，偏偏倒成了犹太财团的精神图腾。您瞅人家连耶稣都不供，偏供摩西，摆明要学祖宗此地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的搬家本领。哪天美国要是垮了，保不齐他们真能掏出本新出美国记，带着美联储印钞机直奔火星建新迦南。你可别小瞧这雕像布局当年美利坚白人占90%，美国人信仰的是基督教，这耶稣才是宗教中的主角。那教堂的钟声比外卖铃声还敲得勤快。然而怎么摩西就这么高调地摆在了3大圣人的中间呢？竟无人跳脚质问，摩西凭啥占 C 位？这便如孙子兵法云：善守者藏于9地之下。犹太财团渗透媒体、金融、政团，早日润物细无声。尤其是近2年，犹太人亲自给咱们答案，就是犹太人控制着美国99%以上的资产。也就是说，犹太人控制着美利坚，而美国是以色列的儿子，以色列是犹太人的大本营。所以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，也只是人家犹太人想让你们以为的你以为。实际上，美国生来就是以色列，也就是犹太人的好大儿。福特够牛逼了，君不见福特大佬骂了几句犹太人，硬是被逼着低头20年，连自家的报纸都给强迫关了门，活脱脱一部《资本论》番外篇。透过事物看现象，透过现象看本质。最近我算是悟透了。
当年犹太财团想渗透美国，那也是困难重重。可经过二战这一折腾，机会来了。犹太人瞅准时机，开始为自家的大业搞起了长远的规划。从那时候起犹太财团就开始布局。毕竟贝莱德、先锋、道富这三巨头早就把全球企业当做了棋盘，玩的一手资本制衡术。像左手买可口，右手控百事，嘴里还叼着特斯拉的股票，真是治大国若烹小鲜。只不过这锅鲜汤90%油水都流进了犹太财阀的碗。话说回来这 C 位的摩西是何许人也？他是出埃及记里带着200万犹太人跑路的天选打工人，在沙漠里搞出什么十夫长分权制，堪称管理学鼻祖。没错，摩西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出埃及记，他带领着犹太人逃脱埃及及法老的压迫，经过了40年的荒野漂泊，最终找到了应许之地迦南。这一路走来他不仅给犹太人传授了十诫跟上帝的律法，还成为了犹太文化的核心人物。甚至在基督教跟伊斯兰教中摩西的地位也是不容小觑的。再说回来，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看，摩西是个大号的领袖。他不仅带领人们反抗强大的埃及帝国，还在面临神权压迫的时候坚持信念，从没向法老低过头。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站着做人，走到哪都不低头的典型。正因如此摩西成为了反叛精神跟自由的代名词。尤其在宗教跟民族解放的背景下，他代表的那股反抗不公、争取自由的力量，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。再看看摩西的影响，咱们先从宗教的角度说摩西可不只是影响犹太教，他的摩西五经成了犹太教律法的基石。没错这5本经书不仅影响了犹太人，基督教跟穆斯林也都把它当作先知，可见其影响力之大。还有那10条基本道德律法10诫，这可是西方文化跟法律体系的基础，很多地方至今还在遵循这一体系。不得不说是个人物。孔子与犹太财团如何用礼法合一征服全球？子曰打架用砖乎？照脸乎？不亦乱乎？不，这是网友恶搞的《论语》。真正的孔子可是以德服人的祖师爷，他的仁政思想直接被杰斐逊写进总统就职演说，治国得靠德行，不能光靠挥舞法律大棒。这有人说孔子能上美国法院全靠犹太人暗箱操作，但真相更然，这可是中华文明的高光时刻。早在18世纪，传教士把《论语》译成了拉丁文，欧洲哲学家莱布尼兹看完秒变迷弟，中文该当世界语言，欧洲君主都该学孔子反腐，连德国人都想改说中文，这文化影响力妥妥的降维打击。可以说能和孔子比肩，绝对是摩西跟梭伦的无上荣耀。孔圣人凭的是礼法合一的硬核思想，你以为礼只是磕头坐骑吗？错，孔子口中的礼指的是社会秩序的 DNA。孟德斯鸠在《论法的精神》里狂赞礼就是东方自然法，伏尔泰更是在沙龙里安利孔子才是道德界的顶流。儒家讲克里富己为人，说人话就是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条文，它得和道德手拉手，社会才能稳如泰山。不信你看看现在的美利坚跟以色列最缺啥？没错，就是缺德。这俩没有道德的国家，趁着以前从满世界搜刮来的财富，净干一些缺大德丧天良的事儿。子曾经曰过，有法无礼，其政必危；有礼无法，其国必乱。最近中美赛博对仗以后就彻底暴露了美国底层老百姓的苦难跟生活，早已民不聊生，就差揭竿而起。要不说这理念，连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都直呼内行。他把《论语》里的修身齐家治国抄进穷理查年鉴，可见如果现在的美国总统能有富兰克林1半的觉悟，天下兴盛，人类兴盛。但是最委屈还当属孔圣人。当年启蒙运动的时候这富兰克林捧着《论语》如获至宝，杰斐逊读着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直呼内行。谁曾想200年后这孔夫子竟被当成了文化工具人，蒙眉上笑眯眯的教书，蒙眉下孔子学院被围剿。
这操作比鲁哀公问政时阳奉阴违还溜。难怪华春莹要调侃，刻完先贤就翻脸，美利坚变脸比川剧都快呀。大家别忘了，教育是一个选择，选择那些愿为自己特定利益服务的精英。孔子的仁爱礼义有多重要，有多影响美国的教育体系，这不就是教会你如何做个社会公民的教材吗？犹太财团凭着孔子的文化思想，正是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的精英人才。这些人最终会成为他们事业的一部分。所以说法律不仅仅有希腊民主、犹太戒律就可以，还得有东方的道德良心。要不说这波是孔子带着《论语》杀穿了美利坚。下次路过美国最高法院，记得拍照打卡，看看咱老祖宗的思想在这儿正场子呢。从债务奴隶到民主政治，梭伦的历史传奇。最后登场的就是这位古希腊的法治大师梭伦，号称民主祖师爷，听起来像个高大上的名字，其实他也是那个时代雅典的法老，不，应该说是立法者，解决了很多乱世的问题，堪比古希腊版的老子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梭伦就是那股不争的水，在历史的河流中留下了不朽的智慧。咱们从头说起啊，梭伦生于公元前638年，他可不是随便一个人，背后可有着一身过硬的背景，是当地的贵族，可谓出身显赫。但是啊，即使有着贵族的身份，他也不为私利所动，反而祭出了一系列高招来解救那个动荡不安的雅典社会，废除债务奴隶制，解放人民。那时候的雅典，穷人因为债务都变成了奴隶，连老婆孩子都得借出去。这梭伦啊，就像个法治超人，一锤定音，债务奴隶制废除，而且他立下了规矩，禁止用他人的自由当作抵押。就像孔子曾经约过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你欠钱不代表你可以欠命。这一举动简直就是利国利民，既解决了社会矛盾，又给雅典的老百姓带来了些许安宁。接下来梭伦也没闲着，搞了一个财产等级制度。他把雅典公民分为4个等级，每个等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权利跟义务。这一举措可谓打破了权贵的独裁，让更多的普通百姓参与到了政治中。老百姓有了话语权，贵族们也就感到了压力山大。此时的政治搞得真是有点民主的味道。你看这不就像大学里说的，民民得于天下，止于至善，每个人都能尽其所能贡献社会。再说说政治改革梭伦创立了400人会议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这就是一个大管家级别的机构，负责制定政策跟监督行政，像极了上书里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的道理。并且他还扩展了公民大会的权利，使得雅典的决策不再只是少数贵族的专利，大家伙都有了参与感。这一下雅典就从寡头政治走向了公民政治。不仅政治上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，梭伦还没忘记经济发展。他鼓励手工业跟贸易，改革货币制度，简直就是古希腊的经济大佬。就像孟子所说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。梭伦通过手段给雅典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，使得经济繁荣，民生得以改善。法律制定，公正之道。梭伦可不只是个政治家，他还是个法典编撰者。他整合了古老的法律，取代了之前严苛的德古拉法典。他的法律体系简直就是《论语》中的礼之用，和为贵，既注重公正，又讲究适度，使雅典的法治得以稳步发展。给大家送上一句梭伦的名言：法律就像蜘蛛网，只能捕获弱小的苍蝇，强大的黄蜂却能冲破它。这话乍听着有点无奈，却又充满智慧。法律虽然能保护弱者，但对于强权总有突破口。梭伦的改革虽然未能彻底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但他毕竟是为了雅典的民主政治打下了坚定的基础。他的思想就像是一颗智慧的种子，在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政治文化中生根发芽，留下了深远的影响。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，为什么美国最高法院要把这3位伟人的雕像并列？如果你回头看历史就会发现，这背后并不是单纯的文化象征那么简单，而是深刻的政治意图。上世纪30年代，犹太财团的渗透逐渐加深，
二战后的全球变局更让他们看到了机会。摩西代表的反叛精神，孔子代表的教育文化工具，梭伦代表的权力制衡，这些元素组合起来，正是犹太人对美国政治体系的一种深刻影响。这些人的位置既是文化站位，也是未来布局的伏笔。摩西的故事也是给咱们提了个醒，犹太民族那可是寄生高手啊！一旦发现寄生的地方不行，就跟当年出埃及记一样，拍拍屁股就走人。就算不出美国，也把美国搞分裂，挑个好地方建立新联邦。说到底这三巨头像极了《西游记》里三清观的车迟国斗法，表面拜的是三清圣人，实则虎力大仙们早就把神堂当做了戏台。犹太财阀一手导演多元包容的皮影戏，暗地里却把美元当捆先生，资本当照妖镜，专收各国核心资产。可惜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如今的美债已经堆积成五指山，自家的百姓也快压成6亿汉了。至于那苏格拉底想要跟这三位大神比肩，还是稍逊一筹。家人们，今天这出蒙昧现形记且说到此，只盼美国人重读孔李灭眼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。若真能放下霸凌做派，少些阴谋阳谋，这三尊雕像倒也算得上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。怕只怕他们学《论语》只学半句，光记得以德报怨，却忘了后边还有何以报德。正所谓蒙昧三圣正华堂，犹大棋局千年藏。莫道仲尼教化远，且看资本笑称忙。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招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，点赞订阅不迷路，下期再见。